自从苹果发布了 M 系列芯片之后，我就一直期待着苹果什么时候能够发布一款带有 M 系列芯片的27英寸 iMac。结果万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在2022年3月份，苹果把27英寸 iMac 给停产掉的消息。所以至此以后呢，我就一度认为我的这台2020年的27英寸 iMac 将会是这个系列中的最后一台。但是苹果居然在今年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复活了 HomePod， 这让我不禁开始思考，连销量不佳的 HomePod 苹果都把它复活了，那27英寸 iMac 的回归还会远吗？先聊聊我自己对于27英寸 iMac 的一些理解。对我来说，这是一款既好看又好用，性价比还很高的产品。很多人都开玩笑说 iMac 就是买屏幕送全套，14399人民币的起售价看起来好像很贵，但其实光这27英寸 5K 屏幕就基本已经值回全部票价了。连苹果自己甚至都很厚脸皮的把这块屏幕用在了多年后的一款显示器产品 Studio Display 上，只是他们很不好意思的把最高亮度调到了100尼特，这足也可见这款屏幕在当年是有多能打了。那性能 iMac 也是不用多提，这么多专业从业者都选择这款产品来实现他们对于生产力的需求。而且英特尔芯片的 iMac 是可以自己加内存的，我就把我的 iMac 加到了 72GB 的内存。但我估计即使 M 芯片的 iMac 能够回归，估计也是不能自己 DIY 内存调了。从性价比来说，这是要打一点折扣的。外观设计上 iMac 用的就是这种金属加玻璃的一体机身，没有额外的主机，所以放在工作台上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极简。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尽管它去年出的那个 Mac Studio 加 Studio Display 的组合也很好看，但我还是更希望更极简的这个 iMac 可以回归的原因。买屏幕，苹果除了送了这个主机、扬声器还有摄像头之外，它其实也配备了，就连这个键盘和鼠标都给你配好了。那这个苹果键盘的话，其实它的手感还可以，那日常这种生产力需求呢，它是可以满足的，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其实一直也在用这个键盘，但这个鼠标真的手感太拉了，所以我平时在用的还是这个罗技的 Master 3。那我是真的很希望苹果可以有个新的产品经理，赶快能够把这个鼠标的这个手感给升级一下。那说到升级其实为了搭配 iMac 的这个极简，我在今年把我用了很久的 Screen Bar 给升级到了明基最新的这个 Screen Bar Halo， 搭配的效果怎么样？大家自己看吧，我觉得还是挺绝配的。那 Screen Bar Halo 的供电线呢，可以直接插在 iMac 背后的端口里面，所以从正面看的话是能够完全隐藏起来，什么线都看不到的。其实我之前用的是这个，用了很多年的是这个最老的明基的 Screen Bar， 那质量也很好，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我觉得它这个黑色的颜色和 iMac 没有那么搭。那这次这个新的 Screen Bar Halo 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灯管都变得更长了，所以照明范围也更广了。然后相对来说，它这个颜色也是改成了这种有一点这种金属质感的灰咖色，所以在这个颜色和外观的设计上呢，和 iMac 就更加的接近。而且它这个低饱和的这个配色让我发现它其实跟苹果 iPad 的这个外壳这两者的颜色是触感和颜色是很接近的。那这次它还配备了一个这个无线控制器，那这个外圈的设计其实是和灯管是一致的，都是这种金属质感的磨砂的这个灰咖色。那这个无线控制器呢，除了可以这个开关灯之外，还可以调节亮度和色温。但其实我平时除了开关，基本上用不到这个控制器，因为 Screen Bar 一直以来都是有环境光传感器的，所以我都是打开了之后把它放在自动模式，只要电脑开着我就把灯开着，然后它就会根据这个环境的这个灯光的强弱自动给我调节，用起来就比较省心。其实我觉得27英寸 iMac 复活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因为相比 HomePod 在回归前并没有太多苹果正在开发它的消息来看，这一年来其实关于27英寸 iMac 的消息还是挺多的，无论是以 iMac 还是 iMac Pro 的身份。Ross 杨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就表示苹果正在研发一台27英寸的显示器，并且会在2022年发布。但是2022年苹果推出的是 Mac Studio 和 Studio Display， 这让大家意识到原来
显示器供应链的消息对应的并不是 iMac， 而是这台 Studio Display。而且当苹果推出这两款新机器之后，也有不少人就觉得27英寸 iMac 或者 iMac Pro 在目前的产品线当中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所以是永远的停产了。甚至更之后 Ross 扬关于配备了 Promotion 27英寸 Mini LED 显示屏的消息，大家也觉得可能对应的并不是 iMac 或者 iMac Pro， 而是 Studio Display Pro。尽管如此，郭明基还是觉得2023年会有新的 iMac Pro 推出。哥们也反复表示，苹果会推出有 M3 芯片的 iMac 机型，很有可能是在今年的10月或者11月，也就是新的 iMac 会用上最新的3纳米工艺的 M3 芯片。之前也有一些人认为，苹果发布的 Studio Display 本来是会作为他们27英寸大平板的 iMac 或者 iMac Pro 发布的，只不过一些原因让苹果改变了他们的策略，最终只是作为一台显示器出现了。证据就是 Studio Display 当中其实是有一枚芯片的 A13 仿生芯片。总之各种各样的消息反复横跳，我也是渐渐的半信半疑，不知道这27英寸 iMac 到底还能不能回归。直到最近苹果把 HomePod 给复活了，也是自己前不久才亲手停产掉的产品。那我想 HomePod 都复活了， iMac 还会远吗？苹果市场部，我连复活的理由都给你写好了。基于小屏24英寸 iMac 的流行，我们看到了消费者们对于大屏幕 iMac 兴趣的增长，所以我们非常激动给大家带来新一代的27英寸 iMac。可能有人会说，干嘛非要用 iMac 呀？ MacBook Pro 它不香吗？ M 芯片性能又好，还有便携性。我有 iMac 也有 M1 Pro MacBook Pro，我觉得你说的对，便携性肯定是 MacBook Pro 更好，出门的话必须得带上。但如果是在家里工作，我还是更喜欢 iMac 给我带来的爽快感。大屏幕剪片子时眼睛更加舒服，而且能让我保持一个更好的坐姿。这也是当初 M1 iMac 发布之后我没有换的原因之一。从27英寸到24英寸，着实是有些让人不太能接受。而 M1 芯片对于我这台英特尔芯片在性能上的提升又不足以对我产生吸引力，更何况我这台还能自己升级内存呢。而 M1 iMac 主打的全彩这个卖点对于我来说又不太感冒，毕竟上年纪了。说了这么多，你大概能看出来我是真的很希望27英寸 iMac 这款产品能够回归，因为这真的是一台很好的产品。所以我想对苹果说，今年咱能不能不要又忘了27英寸 iMac 了呀？真的有好多人等着这新一代的产品发布呢。如果你看到了这里，也请你给我这期视频点个赞，来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期视频，这样27英寸 iMac 回归的机会也能大一些。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